末世丧尸病毒爆发后，我把老家的家当全部搬到了深山里，带着全家躲进了重金打造的山洞堡垒，从此开荒种田、养猪、放牛、捉鱼摸虾，各种山珍美味怎么吃都吃不完。一家人各司其职，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。我爸和二叔年轻力壮，耕田种菜是他俩的强项。哑巴叔和姑妈身有残疾，就负责在后山养猪放羊。爷爷年轻时干过厨师，拿手好戏是坛子肉，自然担任起了我们的后勤部长。而我和堂妹就比较轻松许多，每天背着竹篓捡捡鸡蛋、采采蘑菇，小溪里面摸鱼捉虾。闲暇时与前来抢夺物资的村霸们斗智斗勇，愉悦身心，其乐无穷。看着他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，还守在山洞大门舍不得走。我操纵无人机将半桶玉米粥投递到了门口，大家伙砸了一上午门也累得够呛。喝口稀粥补充一下营养，你们可不能就这么倒下了，到时候没有人陪我们玩，那该多无聊啊！大学毕业后，我进入一家装修设计公司，朝9晚12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。这天加班到了凌晨3点，刚睡下就听到了敲门声，打开门竟然是某团外卖员，他黄色的帽子压得很低，可是我没点外卖啊。你好，你的包裹请签收。没等我问话，他就直接将包裹塞到了我手里。包裹很轻，我摇了摇，没什么动静。不过当看到寄件人的时候，我沉默了。是陈静，我的同村不同命的好闺蜜。她不是3年前被国外某保密科研所录取了吗？出于好奇，我迅速拆开了快递，里面是2张照片。第一张照片是在实验室里，只见实验台上绑着一个人，准确的说，已经不能称为人了。他身形极其消瘦，整张脸都已经糜烂了，只能看到惨白的眼珠张着血盆大口。第二张照片打开，我差点吐了。只见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铁笼子，笼子里那个不像人的怪物正扑在一只狗身上，肠子肚子扯了一地，这特么的是丧尸啊！这2张照片明显像是在实验室偷拍的。陈静到底在研究什么？关键几年没联系，这大半夜的弄这玩意来吓唬我，至于吗？我冷静下来继续拆快递，下面是一个试剂瓶子，里面装着紫红色的液体，密封也很严实。最下面是一张纸条，字迹一如既往的熟悉。曼曼，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喝这玩意，如果实在撑不下去了再喝。丧尸病毒即将在全球爆发，看到后立刻回家。我赶紧冲进卫生间洗了把冷水脸，让混乱的脑子彻底冷静下来。半夜快递照片试剂，陈静不会这样跟我开玩笑的，不管怎样都得回家避上一段时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迅速收拾好行李，直奔高铁站而去。到了高铁站门口，我拿出手机，准备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。刚打开就有一则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最近多地出现人咬人事件，疑似狂犬病发作，呼吁各地注意流浪犬只的管理。真的只是狂犬病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？就在这时，有一条网友偷拍的视频发到了群里，某地医院出现人咬人事件，网友肯定地说绝对不是狂犬病，让大家赶紧多囤点物资。网友拍的那个医院是全国出名的3甲医院，我堂妹也正在里面做实习医生。想到这，我立即给堂妹打了过去，但是关机了。正在我准备进入候车大厅之时，经理打来了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能到公司。我直接说我不去了，想休息几天。经理顿时气炸了，陈曼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如果半个小时内我见不到你人，那以后就不用来。我微微一笑，挂断了电话。尼玛天天福报996，还不给加班费，早特么的不想干了。工作丢了我就去找陈静，非让他丫的养我。高铁上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本来想提醒他储备点物资，但话到嘴边硬是没讲出来。我妈10年前的癌症去世了，我爸一直在家照顾爷爷奶奶。农村人不缺粮食，但是真的发生个什么天灾人祸，那点粮食又能撑多久呢？况且乱世中可怕的不是天灾，而是人心。我们村人口不多，大概60多户，严家本族就占了40多户。严家人口多，在村里一直挺霸道的。我家是外来户，一旦丧尸流动到村里，很难保证那一大家不抢我家物资。就在我发呆之时，突然旁边有人尖叫一声，卧槽，这些是什么玩意？怎么还会咬人呢？我立即惊醒，赶紧打开手机查看，各大新闻网站上都爆出了京都发生多起咬人事件。即日起，政府部门将关闭火车站机场。不光是我们京都，连隔壁大省都爆发了，不少人都已经开始在求物资。这爆发的速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快，躲必须带着家人躲起来，但是往哪里躲呢？陈静，你就不能早点提醒我吗？想到陈静，我突然脑子灵光一闪，记得中考结束那年，我和他上后山玩，他带我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山洞入口很窄，外面又长满了荆棘，连我爷爷他们经常在山上砍柴的都没发现。山坳里还有个小溪，溪水很清凉，还有不少鱼虾螃蟹，夏天玩特别的舒服。另外一端出口在山的背面半山腰，都是光滑的石板峭壁，根本没有人能爬上来，这绝对是个躲避丧尸的好地方。想到这，我打算下了高铁先在县城买点必需品，正愁在哪里能租个车的时候，我二叔打来了电话，今天二叔到县城来送货，听我爸说我要回来就一直在等我。很快我在路边就看到了二叔的小货车，等我将丧尸要爆发的事情向他说明后，二叔长叹了口气，堂妹工作的地方应该是最先爆发的，他不担心才怪呢。我又向他说了说要囤货的想法，二叔忍不住的对我夸赞起来，还是读过书的脑子灵活，考虑的周全。走，我带你去咱们集市上的批发市场，
镇子离我们村大概几公里的路程，2天赶一次集。今天刚好不是赶集日，人并不多。二叔直接带我到了一家去年才开的超市。由于经常给超市拉货，我二叔跟老板很熟，直接喊出来说要大量买一些东西。老板看着单子眼睛都笑开了花，还直接给打了个9折。由于超市内的货不多，老板带着我们来到了他的仓库。仓库在镇子的角落，2层民房囤得满满当当，油盐酱醋各类调味品、速食小吃、睡袋、帐篷、褥子、被子、真空袋、鞋帽、袜子、锅碗瓢勺应有尽有，把我看得眼都红了。买，全部都买！老板看我爽快，临走时还送了我2箱新品螺蛳粉。看着他只顾着赚钱，我好心的提醒了他一句：老板，最近网上的新闻看了吗？你自己不囤点物资吗？哪知老板对我的话嗤之以鼻。城里人就是容易紧张，一有点啥事就囤货，而且我们这是乡下，那什么上市能跋山涉水跑过来啊？况且政府的那些飞机大炮难道是摆设？丑话先说到前头，你这些东西以后不要，我可不退货啊！老板说的头头是道，我却为他汗颜，这心是真大啊！你是真不知道丧尸的恐怖啊！二叔的货车装得满满登登，还剩下的货只有让他多跑几趟了。我和二叔家就住在山脚下，越靠近山地的越贫穷，住户也就越少，平时也很少有人来。但现在我却越感觉安心了。老远就看到爷爷端着西瓜站在路边等我，一下车婆婆拉着我的手就不松开了，拿着都过了期的雪饼往我兜里塞了又塞，都是过年亲戚送的，他们舍不得吃，每次都要给我留着，我心里酸酸的，也不介意过不过期，拆开就是一顿猛吃。我爸围着二叔的车子转了一圈，惊讶地问：这还没到过年呢，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我二叔没好气地回答：不算多，也才花了你姑娘10几万。气得我爸抄起木棍就要揍我。死丫头，你给我拿回去退了。我微笑着躲开。爸，现在不是讨论花不花钱的问题，赶紧把东西卸下来，藏在屋后，让人家看到就不好了。我爸听后沉默了下来。那个啥玩意僵尸真的会传到我们这啊？我吃着西瓜差点没笑喷出来。爸，那是丧尸，懂不懂？科学的产物。趁着我爸他们卸东西的时候，我在院子里转了几圈，不算我二叔家大概有这些物资：2柜子谷子，1柜子小麦，1柜子玉米，1头快下宰的母猪，2头大肥猪，1头待宰的母牛，大半头猪的腊肉和香肠，2坛子泡菜，1地窖红薯和土豆。菜园里的蔬菜也够撑一段时间。随后我又给二叔开了个清单，让他下次拉货的时候去趟农贸市场和建材市场，各类蔬菜种子一样10包，小鸡鸭子大鹅崽子个20只，太阳能发电设备1套。又让我爸在村东头煤气罐站订了10个大煤气罐，以备应急之需。安排好后，我二婶也过来了，她眼睛又红又肿，好像哭过，应该是担心堂妹。不晓得你妹妹怎么样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在我安慰之后，二婶也就不再问了。做完这些，我又让爷爷找出打米机和磨面机，将谷子和小麦全部磨成小米和面粉。爷爷负责操控机器，二婶和我负责将磨好的装进真空袋子。我爸力气大，负责将粮食装上板车，夜间准备运往山里。我家屋后是一片很大的竹林，从竹林中有一条还算平整的小路，木板车可以勉强通过，一直通到山坳口。从山坳口到山洞有2-3公里的下坡，稍微还有点陡峭，这段路就只有靠背着去。我们先把屋里的东西用板车拉到山坳那边，找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，用雨不遮得严严实实，以后再慢慢往山洞转运。爸，拉来的东西先藏在这里，后面看情况再说。这时候我还心存侥幸，也许丧尸爆发波及不到农村，也许严家也没有那么坏。最主要的是山洞那边的路太难走了，我先囤积在这里，如果情况好往家里搬也好搬，反正山里也没个人气，丧尸一般不会往山里跑，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往山洞背。我和我爸一直往山坳口那边运东西，一直忙到天快黑了，二叔才赶回来，还买了一大箱子常备药品。看到后我只夸二叔英明，毕竟末日下药品是最珍贵的，我都给忙忘了。这2天二叔把超市的东西快搬空了，他还特意给老板打招呼，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。我和老爸一直忙着将家里的东西往山坳口那边拉，那边都快堆成小山了，还好天气好，没有下雨。我们就像老鼠一样慢慢囤积着自己的食物，虽然累，但是非常满足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我们都是晚上行动，白天就在家休息。这天我们忙碌了一整晚，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听到外面有人说话，出去看是严家那帮人，他们说是过来串门的，估计就是来看我家有啥好东西没。见我在家，严老三还上前打起了招呼。哟，慢慢也回来了，这几年在外面赚大钱了吧？我不想理他，随便应付了几句便进屋了。外面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估计人都走了，然后就传来了我二叔的咆哮声。龟儿子严老三真不是个东西，他来咱家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我爸阴沉着脸说道，刚才严老三说他们家粮食之前都卖了，等啥时候没了就到咱们家买点。说好听的是买，到时候恐怕不是要明抢了。我也彻底睡不着了，立即打开手机上网查看，没想到传播的会这么快，我们省城都遭殃了。我想到过的最糟糕的结果还是发生了。晚上爷爷坐在门口不停地抽着闷烟，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又在担心我姑婆了。姑婆是我爷爷唯一的妹妹，小时候吃错了药伤了脑袋，呆呆傻傻的。
后来嫁给了哑巴，生了个儿子，也是天聋地哑。40多岁了都没娶到媳妇，加上前2年哑巴姑爷去世了，也挺惨的。我没有圣母心，但是人若一点情义都没有，那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？我转头跟二叔和我爸说，要不把姑婆他们也接过来吧。听我这样说，二叔随便拿了2个馒头转身就走。明天恐怕来不及了，我现在就开车去接他们。等到了天黑，我和我爸摸黑上山继续搬运。爸，看来这些东西还是要搬到山洞里去，我也好上去量量山洞大门，要抓紧时间焊接个大门出来。我不停地往背篓里塞东西，我爸让我少背一点，说别把人压坏了。开玩笑，我20多岁的一个大丫头，20-30斤的大米面粉还是很轻松的。但等我们走到一半的路程时，我发现还是高估了自己，肩膀火烧火燎的疼痛，2只腿都在止不住的发抖。到山洞口的时候已经快累瘫了，就在我想要坐下来喘口气的时候，突然草丛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不好，有人！我急忙喊我爸出来看看咋回事，原来是草丛里的几只老鼠，这又让我担忧了起来。这荒山野岭的，洞里的粮食还不得都喂了老鼠啊？要找个人看着才行。我又量了下洞口的长宽高度，打算把院子里的大门拆下来改装一下。为了防潮，我爸还准备将粮食全部盖上薄膜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姑婆和哑巴叔也到了，还带了很多东西过来，米面、粮油、腊肉和活鸡鸭。哑巴叔正在院子里杀鸡宰鸭，爷爷用盐腌制起来挂在房檐底下，腌肉是很容易保存的。哑巴叔见到我非常激动，用手不停地比划着，我看不懂，爷爷就当起了翻译，说你叔想去山洞里面住，防止有人偷咱们家东西。我一听，这不是正好吗？可现在洞里还没有处理，蚊子啥的多得很。想到这，我连忙摆手，可哑巴叔急了，扔了杀鸡的刀就往外走，脾气可不是一般的倔。我爷爷在后面气得直嚷嚷，去，让他去，天生就不是个享福的命。没办法，哑巴叔憨厚老实，我也只好答应了。第2天晚上，大家一起行动，用了整整1夜才将所有东西都搬进了山洞。又过了2天，爷爷让我把家里的牛牵去山洞。我到了山洞才发现，哑巴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围了一块地，正在砍树，准备搭家禽圈舍。我冲着哑巴叔比了个手势，这人不休息可不行啊！哑巴叔张了张嘴，摆摆手，表示不累，还比划着要再弄个猪圈，将家里的几头猪全部弄过来养。丧尸爆发初期半个月，我们搬家，这是村里人都没发现。然而这天晚上我刚到家，严老三他们又来了。你们还睡得着？赶紧起来商量商量事情。此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，都是严家本族的。我赶紧上前问是怎么个情况。严老三斜着眼看着我说道：慢慢啊，你是大学生有文化，你说严叔我说的对不对？你们也晓得，现在丧尸越来越多了，昨天咱们县城都遭殃了。我呢是按照咱们村长的意思来统计各户有多少村粮，困难时期大家要互帮互助嘛，你说对吧？我皱了皱眉，村长让他来统计的，村长怎么不自己来呢？你严老三还不是想看看哪家东西多好搜刮啊？我不同意，现在这个情况都是自身难保，我家自己都不够吃呢。爷爷红着脸怒吼道，我都想给爷爷竖起大拇指了，老头的演技还真溜。闻言，严老三那伙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起我爷爷的不是。孙弟，您也算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了，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？平时谁来你这儿啊？就是，又不是我们真要他的，那点谷子值几个钱？我们就是先来统计一下，到时候要是我们这爆发了，大家集中分配才能活得更久。我觉得好好笑，他们到现在甚至拿钱买粮都不愿意了，还想着白嫖。二婶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你们严家想干什么？明抢吗？我们一家这么多人怎么活啊？我憋着笑，都是被务农耽搁了的演员，这演技要是去演戏不拿个影帝都白瞎了。严老三是村里一霸，怎么可能怕我爸他们？冷笑着说，这是村里决定的事情，家家户户都要遵守。说着就强行进入我家堂屋搜了起来，当然他们是笑着进去黑着脸出来的。严老三鼻子都歪了。不对吧，曼曼，你家柜子里怎么就那么点东西？你们是不是藏起来了？我可是听镇上田老板说了，前几天你在他家超市拉了好几车货呢。严老三的消息果然灵通，为了让他们死心，我带着严老三去了顶楼，指着一堆杂七杂八可有可无的东西。严叔你看嘛，我是买了一些东西，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，这不都在这里了。不是说好几车吗？怎么才这么点？农村人你也知道，话传来传去就很夸张了。严老三半信半疑的又去我二叔家转了一圈，这才带着人走了。等他们走后，我赶紧叮嘱我爸他们，这几天大家都别去山洞那边，这帮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晚上二婶炖了腊排骨，蒸了豇豆干饭，还炒了好几个菜，我爷爷还整了点小酒喝上了。还是我家曼曼聪明，提前啥都安排好了。爷爷，咱们到时候得去山洞后边种点菜，没有蔬菜可不行。二叔夹了一块肉，笑眯眯地扔进了嘴里。你哑巴叔早就规划好了，还专门挖了个粪坑沤肥呢。闻言，大家都夸哑巴叔农活真是一把好手。吃完饭，二叔他们回家睡觉去了。爸爸关好院子大门，假装没有看到院子外田坎下蹲着的人。严家派人守了3天，这才确定我们家没有私藏物资。我二叔也早出晚归，跟着村里人去村口堵路，虽然没多大用，但总比没有任何措施要强得多。终于我们镇上也爆发了，一晚上大半个镇子都被感染了。正在这时，我接到了堂妹的电话，激动的我整个人都颤抖起来。妹，你为什么关机了？
你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姐，我们这边全部沦陷了，现在就是一座死城。本来我也快死了，是静姐救了我，送我来这边的基地了。听到陈静的名字，我一下冷静了。有她在，我不用担心我堂妹了。我正想问问关于她的事，电话又挂断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剧烈的拍门声。严老三又来了，他叫我爸也去村口守着，有丧尸进村就回来报告。特么的，他以为是在打仗呢，还要去站岗放哨。丧尸不会从旁边田里进来啊？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找个地方躲起来更稳妥些。早都听说这几天严老三把人家白家修房子的材料全拉走了，把村委整得跟铁桶一样，还让所有人都把东西搬进去放着，美其名曰共同抵抗丧尸，但殊不知能进的去的全都是他们严姓的人。于是我特意提了一嘴，严叔，听说全村人都搬进村委了，怎么没人跟我们说啊？见我这样问，严老三愣了下神。你们家最远，最后搬的当然是你们家了。对了，你赶紧收拾下，等下一起搬东西。我心里一阵冷笑，说的好听就是看不上我家剩下的那点东西呗，还不是想让我爸和二叔给他们卖命。很快到了下午，家里果然来了一大群人，都是严家的，跟土匪一样，包括锅碗瓢勺样样不落，甚至连我床上的被子都给收走了。严老三的侄子严启明还想抢走我的箱子，这家伙比起他叔更不是个东西，一进屋就盯着我床上的内衣露着邪笑。见他这样，我赶紧收起东西护住了箱子。这箱子你不能拿走，都是我的衣服和电脑，我工作写东西用的，我会自己拿去村委。见我这样说，旁边又站着很多人，他也不敢当众硬抢，灰溜溜的拿了一根扫把走了。严老三看东西几乎搬完，就指着傻姑婆说道：先说好了，你们这个傻姑婆可不能去，她不是咱们村的。咦，还有这好事？我顿时记上心头。不是啊，严叔，我们家东西都搬走了，我姑婆去哪里啊？而且她不傻，只是有点笨，吃的多了点。蠢的像头猪还吃得多，简直浪费粮食，就算我叔同意，村里人也不会同意的。严启明一声怒吼冲了出来，不让秀兰去，那我也不去了。奶奶也边说边咳嗽的走了出来。奶奶，你说啥胡话呢？你治疗肺结核的药都快吃完了，去村委人多都可以照顾你，严叔也肯定会给你想办法搞到药的。肺结核，严老三顿时有点惊讶。农村人再没文化也知道那玩意是啥，以前也叫痨病。我不是听说你奶得的是肺气肿吗？严老三猛地向后退了一步，捂住了嘴。我把他拉到一边，假装不好意思的说道：叔，不是我们故意隐瞒奶奶的病，咱们村本来就没多少人，要是大家晓得是这个病，那谁还跟我们家人来往啊？听我这样说，严老三顿时慌了，声音提高了8个度数。这是咋能瞒啊？会传染的，去把东西全卸掉，你们这一家人谁都别想进村委。严老三说着便指挥他们卸了几块腊肉、几袋子大米和一点调味料。我心里一阵冷笑，还真大方啊，拉走那么多才卸下来这么点。严叔，那我们这一家子人可咋办啊？我红着眼睛憋了半天才挤出了点泪花。严老三这时也有点为难，毕竟拉走了人家不少东西呢。慢慢，不是严叔心狠，你刚从省城回来应该没问题，你要不嫌麻烦，每天可以从村委给他们送饭过来。严叔我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，你要体谅严叔，毕竟这么大个村子呢。看着严老三那正气凛然的模样，我微微一笑，我们巴不得都不去呢。也只有这样了，我跑得快，天天给他们送吃的也行，就是严叔一定要想办法给我奶奶弄点药回来，他那个病缺药就要犯了。听我这样说，严老三一帮人彻底待不住了，仿佛我们家院子里的空气都带着痨病病毒，一个个巴不得立即从我家逃走。事不宜迟，我和二婶立即收拾起了地上的东西，搀扶着奶奶和姑婆他们往山上赶。到了山上，哑巴叔已经在那等了，我安排了几句就要准备回去。做戏要做全套，一家人不见了，别人肯定会怀疑的。这山洞大门还没弄呢，我得回去先把这事搞定，晚上再让我爸和二叔回来拉走。回到家后，我把家里里里外外的门全都上了锁，大门还用一块铁皮遮得严严实实。最后把来到角落里那个大厚铁门前用力拉了一下，硬是没有一点反应。这是我爸以前给二叔修房子时拆下来的，由于太厚太笨重，就一直扔在了角落里。拉到山上改装下，绝对是个防御利器。收拾好这些，我准备骑上电动车去村委会报道。路上村口路过陈静家的老房子，这段时间我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，无意都是关机，他爸妈也联系不上。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但我知道他肯定在干一件伟大的事情。村委是我们村以前的小学，里里外外大概10几间房子。严老三这段时间还算干了些事情，把围墙增高了1倍，后面所有窗户都用水泥敷得严严实实，原本3、4米宽的铁门也被堵得只剩下一点缝隙。村里几十户200多口子人没法住，严老三就让人在院子里搭起了帐篷。我刚进来，顺爷就拉着我问：曼曼，你爷爷奶奶去哪了？怎么没看到他们来啊？顺爷姓邓，算是村里跟我家关系好点的。然而还没等我回答，严家那几个媳妇便尖酸刻薄起来。他奶奶得的是肺结核，弄来这里干啥？想给大家都传染上啊？顺爷，你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那么多屁话干啥？就是都快入土的人了，少管点闲事吧。顺爷一把年纪被人这样骂，气得手都抖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严老三走了过来。妈妈，既然来了叔，就给你安排个小活，你去地里把剩下那半车黄豆给拉回来，烂在地里就可惜了，这么多人要吃饭呢。严叔，
就我一个人去吗？这样，你把顺爷李婆也带上，毕竟人多力量大。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明明严家那几个媳妇都在闲着嗑瓜子，竟然安排2个老年人跟我去拉东西。严叔，顺爷李婆他们年龄大了，现在外面也不安全，我还是自己去吧。然而我话还没说完，旁边的严启明就坐不住了。哪个说不安全的？你爸和二叔不是在村口看着的吗？没有丧尸来咱们村，有啥不安全的？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就一个人走了出来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现在得赶快去找二叔他们，商量下接下来的计划。此时天气太热，我爸和二叔他俩正在旁边树林里乘凉。见到他们，我赶紧嘱咐晚上别忘了去拉门板，这2天必须回山上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就在我们刚商量好的时候，突然树林深处传来一声怒吼，有点像是野兽的吼声。我以为听错了，赶紧看向二叔，只见他俩脸色苍白，二叔的嘴唇都在发抖。丧尸来了！很快，我让二叔和我爸开着车先走，我骑着电动车坐了下，准备就回到了村尾。老远就听到里面吵吵嚷嚷的，可能是也得到了消息。转头一想，我记上心来，赶紧拿出准备好的鸡血，将身上涂了个遍。鸡血是从二叔车上拿的，这也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。忙完后，我猛地拍了拍大门，开门，快开门！丧尸来了！里面听到我的喊声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刚才得到消息的时候，还有人怀疑，听到我的呼喊，又看到我全身是血时，全都信了。严启明颤抖着嘴唇，隔着大门问道：“你不是送饭去了吗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”丧尸，好多丧尸进村了，快开门啊！我假装语无伦次的祈求。顺爷看我可怜，顿时急了：“娃儿一身的血，快点把门打开，让他进来吧！”严老三狠狠地推了他一把：“你少屁话多啊！你晓得他有没有被咬就放进来？”听他这样说，我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，痛哭起来。严叔，我去送饭的时候，看到我二叔的车栽到了田里，好几只丧尸在围着车子转，我才喊了我爸一声，那些丧尸就朝着我冲了过来，我怕极了，骑着电动车就往回跑，路上还摔了一跤。严叔，求求你安排人去救救我爸他们吧！听我这样说，严启明顿时急了：“不能开！你是不是被丧尸咬了？要不然你身上咋全是血呢？”丧尸是冲上来了，但是他们没有咬到我，我跑得快，跑了的。你骗鬼吧！看你身上的血都变黑色了，马上就要变成丧尸了，滚远点，不要祸害我们！严启明拿起早已预备了的弓箭，拉开，对着我大吼：“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射了！”严老三他们也拿着长钢钎，随声附和：“滚，快点滚！”我假装伤心的后退几步：“你们真不让我进去了吗？你都要变丧尸了，滚远点！一家子丧门星！”铁门里面炮雨连珠的怒骂，甚至除了严家的也有人在骂。我彻底心冷了，转头就走，这里是一刻都不能待了。我骑上电动车，迅速往山口冲去。果然在路上看到了几个丧尸正在从田里穿过，朝着村尾方向而来，估计是镇上被感染的。电动车的响动，再加上我身上的血腥味，吸引了丧尸，他们咆哮着疯狂地朝着我冲来。我紧张的手都在发抖，但始终稳稳地握着车把，向着山口一路而下。